昨天晚上，应该说今天凌晨吧，发生了一起非常可怕的枪击案。现在路边你看，到处都是停的这种大型的防爆装甲车，装甲车有很多警察跟武警，刚才一路过来都是。Helicopter， 啊，我感觉我在战场上。他妈的，好像是经过昨天晚上那个案发现场，哎，刚秀。哦，天！快到家的时候，被一帮恐怖分子车被打成了马蜂窝了。据泰国媒体报道，2026年3月20日凌晨，陶公府当地议员在归家途中遭到4名枪手袭击，本人逃过一劫，但其司机与保镖身负重伤。大家好呀，在视频的开头呢，我为大家简单讲一下泰南回教山府为什么一直这么乱？那么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呢，这个区域就已经有零星的民族纠纷了，但整体的局势呢相对平静，因为这3个府曾经都是独立的马来穆斯林王国，后来被英国殖民者呢划分给了泰国，那么相当于从一个原先是以马来人和穆斯林文化占主导的地区，被划入到一个以泰族和佛教文化占主导的国家。那么这样呢，就是它的历史原因，或者说历史成因。然后2004年对于整个泰南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也是泰南山府彻底滑入激烈恐怖主义活动泥潭的一个开始。这一年的1月4号啊，一群武装暴乱分子在黎明时分袭击陶公府的一个军营，杀害4名军人，更可怕的是抢走了100多支自动步枪。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后续的事件中有这么多的枪支出现。那么在当年的4月28号，也就是4个月以后，100多名武装分子啊，在当年凌晨同时袭击泰国南部山府的10所警署，但由于警方呢事先已经得到线报，所以呢暴乱分子呢损失惨重，最后还残存一些暴乱分子呢就退入北大年府的一个叫做库塞清真寺啊。这次我到北大年府的时候也看到这个清真寺的原址，在里边的负隅顽抗。当时呢，由于周边围观的群众太多，为了避免局势升温啊，减少无辜者的伤亡，泰国士兵呢就冲入寺院强攻，最后造成了1名泰国军人以及全部32名武装暴乱分子的死亡。这个事情呢就被称之为库塞清真寺惨案。然后在同年的10月26日，一群示威群众在陶公府的达拜，也就是前2天我们去看的那个达拜的水陆关卡这个城市啊，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那么警方呢，因为有了前2次镇压的经验，就立马招来军队，对700多名示威群众进行逮捕，然后军车呢押送到野拉府的一个监狱进行关押。那么在押运过程中呢，非常不幸，有78名的示威者因为捆绑过紧，同时军车后厢里边的拥挤不堪，空气不流通的结果造成了窒息而死亡。这个事情呢非常惨，被称之为达拜惨案。这个事情呢其实比前2起恐怖袭击造成的民怨和民愤呢更加广泛。从此之后，泰国南部的这个暴力事件呢就有增无减。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近些年来泰南的这个暴力活动的升温，并不是因为历史原因，而更多的是因为2004年这一年，军方、警方和当地群众或者说当地的宗教势力产生的一些矛盾的积怨而造成的。那么截止2024年的年底，统计说明啊，泰南动乱已经造成了6000余人丧生，其中呢还包括3500多名穆斯林和2400多名佛教徒，那么其余的丧生呢都是其他宗教的人士。泰南山府被联合国认定为世界上除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外最不安全的地区之一，同时被并列的还有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所以大家可见这个地方其实有多危险了。那么这些内容呢，也是我回来以后查网络资料才看到的。如果在我出发前就查网络资料呢，说不定我就不敢去了哈。那拉提瓦的早晨，其实也不是早晨了，都快11点了。今天因为还是在斋月期间，所以外面很多的这种清真馆子都关门了，只有这一家猪脚饭还开着，因为是华人的嘛。OK， 那么我们就吃一个猪脚饭，然后去北大年
吃饭时，我的手机里跳出了如下页面，当时我并没有当回事儿，这样的袭击在陶公也算屡见不鲜。但随后呢，我竟路过了凶案现场。OK， 今天离开那拉提瓦，前往北大年马塔尼。然后那拉提瓦府的周边呢，有很多历史古迹啊，但大部分呢都是一些古马来王国的遗迹。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这次要探访古马来王国的一个原因。那么在那拉提瓦府郊区大概20公里外的地方，有一个超过了400年历史的清真寺。虽然这期视频的主题并不轻松，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陶公府除了恐怖袭击之外，也有很多深厚的历史文化古迹以及风景名胜。这不，在我前往北大年的途中，我就要去拜访一座有400年历史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呢，融合了泰国、马来以及中式建筑的风格，可谓别具一格。而瑞士的清真寺，我在大马的吉兰丹州也见过，所以这个地区和吉兰丹州在古代都同属于一个古马来文明。这个就是这座清真寺的主体建筑，这是一个有古马来风格的这种吊脚楼结构的一个木屋，看上去果然非常古色古香。现在的这种清真寺都是受沙特阿拉伯麦加那边的影响，都造成那种尖顶的圆顶。但其实古代的马来王国这边的这种传统建筑都应该是这个样子，就是和那些古代马来王宫的这种结构都一样。所以这个才是这边真正的民族特色的建筑。然后这边不光这座清真寺非常有古色古香的感觉，边上这些民居，哇，也都是那种传统的吊脚楼，也是非常古早的感觉。这个小村庄还是非常有历史感的。真不错。这里还开了一扇小门，这种结构我在森美兰的那个他们那个博物馆里的那些老民居里边也看到过，还有那个登嘉楼的那个州立博物馆里边也有类似的这种民居陈列。但这一间这个老清真寺呢，它是实实在在还在使用中的，并不是作为一个标本或者作为一个陈列品，还是非常 OK 的。它这里既然没有写，它现在还是一个使用中的宗教场所，那就应该可以继续参观。我们把鞋子脱掉哈。哇，它这大厅还是很宽广的。里边应该就是礼拜大厅了，就不进去了，只要外面拍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可以把镜头拉近看一下，其实里外也没有什么大差。OK， 刚才里边去坐了一会儿，也体验了一下他们那种穆斯林的那种静坐冥想这种感觉。边上有一位大爷还跟我聊了几句，虽然说他的英语基本上是等于0，大致比划了一下，他就说这里除了马来西亚人以外，基本上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外国人来过，我算是第一个。然后我来解释我是中国人，不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他也非常费劲的理解。后来我干脆拿出谷歌翻译给他们解释了一下，才知道哦，原来我是来自中国的。他们说他们这里从来没有中国人来过。非常好，非常安静的一个。OK， 那我们前往下一站喽，到北大年的城里边去看看。离开了这座美丽的有400年历史的庙宇，一路上我还不停回味那种庄严感与神秘感。可随后所目睹的一切，让我对这种宗教文明所构建出来的社会运行逻辑产生了深深的怀疑。OK 啊，那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小镇啊，就叫做邦丘这个地方，昨天晚上，应该说今天凌晨吧，发生了一起非常可怕的枪击案，有一辆车上面有4个歹徒，手里拿着枪，
把这个镇上居住的一个议员给打成重伤了，还好没有生命危险，现在在医院抢救，现在还生死不明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今天就多了很多的警察跟军人在巡逻跟站岗，看对面的全都是武装警察，然后这个镇上跟这个检查力度就比纳拉齐瓦府其他的地方要严很多，所以这个地方表面上看似是很平静，但是暗地里还是暗流涌动、暗藏杀机的哦。那个伊斯兰极端势力在这个地方还是一刻都没有消停过。虽然说在我这里接触的大部分老百姓，包括刚才这个回教堂里边那些穆斯林们，都很和善，都很友善。但是那些真正阴暗的人，就躲在角落里边，做着伤害人民和伤害这个社会的事情，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大家，马丘这个小镇，我原本只是简单的路过，然后匆匆离开。但骑着骑着，发现右手边的车道被警察封闭了，随后大批军警与军车出现在面前。我意识到，似乎来到了案发现场。杨秀，天。你看，这就是昨天晚上那个议员遇袭的那辆车，被打成马蜂窝了。我的天哪，好可怕！我靠！昨天晚上这里发生枪击案了啊！这个对面这幢豪宅里边是当地的一个官员，可能是也是一个议员吧的住宅，然后他驾着他的那个阿尔法，快到家的时候，被一帮恐怖分子车被打成了马蜂窝了，然后现在这里整个地方都被封锁起来了，对面整个车道都被封锁起来，大家车只能往这里走。你看这边还有装甲车，有很多警察跟武警，刚才一路过来都是。我操，这个地方的确是有点凶险的呀！我操，各位没事还是不要到这儿来吧，或者说等过段时间再来。他应该就是昨天晚上开车快到自己家的时候被遇袭的。哇 ！Oh my God！ Helicopter！ 哇！我感觉我在战场上，我现在算不算战地记者啊？哦！我的天，我的妈！我们再倒回去看一下案发现场啊。看到了吧？就这辆车。哦。Holy shit！ 这个新闻我暂时还不能告诉家里人，告诉家里人他们担心死了要。OK， 老等心态。从好的方面来讲呢，刚发生了袭击案呢，应该后面的警察的巡逻力度都会变大，相对这段时间会安分一点吧。反正赶紧离开这里。现在路边你看，到处都是停着这种大型的防爆装甲车。OK 呀，我靠，这是有点可怕的。上面的哥哥还问我 O 不 OK， 我说很 OK 了，只是有点吓到而已。那么再说回，就是这次我在陶公府遇到的第二次恐怖袭击。当地的国会议员叫做卡蒙萨，在2026年3月20日凌晨，在返家途中遭到多名枪手的暗杀伏击。但是很幸运的是呢，枪手只击中了前排的保安和司机，而卡蒙萨本人呢，躲在后排的座位下逃过一劫。那么有一个背景是，这位卡蒙萨除了是当地的一个官员之外，他也是当地的一个著名律师，曾非常积极的为泰国南部的，就是前面提到那个达拜惨案的受害者家属发声。然后后续警方发现，被逮捕的几个嫌犯，他是有泰国军方背景的，甚至他们在进行恐怖袭击活动时的军车，也是泰国的军方的卡车。那么这个事情其实就很复杂了。
它不是一些简单的我们想象中的因为恐怖伊斯兰极端势力而引发的恐怖袭击，它更多是当地的政府、当地的军方、警方，还有当地的宗教势力与当地的民间组织，他们多年来多方的夙愿所造成的又一起悲剧。所以整个泰南山府啊，它这个局势会如此混乱、如此动荡，并不是简单的就会归咎于你说穆斯林极端势力啊，或者宗教极端势力啊、马来裔的分离主义啊这些简单的一个动机，很多的层面上的东西都是我们这些外国人所无法看穿、看透的，甚至他们泰国本地人、本地政府也一言难尽。在新闻里听见恐怖袭击和现场目睹恐怖袭击，绝对不是一个层次的震撼。那么在经历了这一切，我仍然要前往北大年，这时候的心里呢，多少有些发毛和后怕。北大年比起陶公府来说，它的恐怖袭击的密度和烈度也是不遑多让。最后说自己的一点感想：伊斯兰文明作为推动世界前进的一股重要力量，在历史的长河里扮演了伟大的角色。但随着世界进入现代社会，这个宗教如何发挥它固有的形式美和仪式感，以及对个人私德的高标准自律，同时呢，要摒弃它老旧教义里那种过激偏激的部分，可能是它以后要面对的一个长久议题吧。好的，下一集我们在回教三府的第2府北大年见。